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是中国大年初一，德国时间晚上，所以还是大年初一。在这里呢，祝大家新年好。本期节目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啊，我是今天德国时间中午回到德国的，从南美的哥伦比亚经过加勒比海的多米尼加转机回到德国，所以呢，我想跟大家分享我的经历啊。因为呢，在旅途当中，你会遇到很多人和事是不可预测的，这是旅行呢比较有趣的地方之一。在南美的哥伦比亚，是27号那天我启程，因为从当地的市区到机场没有公共交通工具，所以我只能打车。正好呢，在哥伦比亚有滴滴这个打车服务。出于2个原因，我想试试。一个是因为它是中国一个运营商啊，所以我就比较好奇，到底滴滴海外版怎么样。第二个呢，滴滴海外版它有一个付现金的功能，它是一口价啊。我看了，我还剩下一些哥伦比亚比索，剩下一些现金，我就懒得把它换回欧元了。看了那个现金，我剩下的和那个车资差不多，大概我剩下的现金还多出了人民币5块钱左右，我就想把这5块钱当小费就给那司机就可以了。然后呢，我就按照这个滴滴的操作，其实跟国内是差不多的啊。你打开手机 APP，然后呢，它是手机帮你定位你这个人目前在哪里，然后呢就输入你的目的地地址，那就是那个机场，很容易。然后很快呢，它就出现它会出一个价格。哥伦比亚的滴滴它是这样，还可以讲价，比如说你减500或者是加500那个比索都可以。因为我剩下那么多钱，我就不想去跟他什么砍价了，无所谓，反正我计划把剩余的钱当小费给那司机，对吧？所以对我来说砍价没有用，我就直接点发送，很快那个司机就有显现出来了，而且显示出来，比如说还有8分钟，那个人在大概3公里之外等等，我就在那里耐心的等了8分钟。其实叫网约车跟国内是一模一样的。来了之后，那个司机下来帮我把行李箱放到后箱里面，我就问他，我能不能坐在那个副驾驶，因为我想拍拍街景。他说当然可以了。然后他看着我的脸呢，不太像本地人，就问我，他说你是亚洲人吗？我说我是，多了一句我说我是中国人。他一听说我是中国人，然后呢就兴趣来了，一个劲的夸中国啊。虽然我的西班牙语不怎么好，但是一些关键词我是听懂的。比如说，他说中国的产品怎么好，中国的汽车也怎么好，中国汽车在哥伦比亚越来越多。然后说中国的技术特别牛，然后呢，中国也比那个美国更好。反正就是像这种话，当然作为一个中国人或者华人，我听起来特别舒服。这也是我特别喜欢去南方国家或是第三世界国家旅行的原因之一吧。因为呢，这些国家的国民，他们对中国还有对中国人一般的印象都比较好。另外呢，那里的物价也比较低，可能我花，比如说在德国、在美国1/3、1/4的钱，能得到同样的服务或者更好的服务。另外，当地人对中国人的态度与比如说在西欧、在北美完全不一样。在德国，大家也知道，特别是在德国长期居住的、工作、学习的我们中国人知道啊，就是德国普通人对中国还是充满了很多的傲慢与偏见吧。对中国总体的观感啊，对中国政府也好，对中国人也好，有比较多负面的那个因素。在北美，比如说在美国一样，我记得特别清楚，大概是前年我在纽约，在街上遇到一个人，跟他攀谈起来。因为我讲的那个英语没有典型的美国的口音嘛，所以他就问我，他说你是游客吧？我说我是的。他问我是哪里人？我说我是中国人。然后他特别的惊讶，可能他原来没有那个真正的跟中国人交谈过。他说你们中国人很多人吃不饱饭啊，对不对？我听他这么说，真的当时我懵了啊！我心里想，怎么有这样的美国人啊？还认为中国人吃不饱饭？我说你指的是不是那个朝鲜人啊？我说中国人不是吃不饱饭，而是很多人想减肥，因为那个食物太多了。他表示非常的震惊，他说对不起，怎么样？你看，这就是普通的美国人，他这么问我，就显示出美国人对中国多么无知。
跟德国人一样，或者是跟西欧人一样，他们就是傲慢与偏见特别的明显。所以呢，在这里的生活，有的时候你遇到这种人，或者是你看到他们的媒体，你就觉得特别的无趣，对吧？就是有的时候我就感到比较压抑，这就是为什么我在德国真的不是特别开心。但是我一去这种南方国家，他们的民众对中国人啊，还有对中国政府总体来说是比较正面的，所以我就觉得我花的钱值得，对吧？你看，在德国、在美国花3、4倍的钱，比在其他那个南方国家，而且你还感到不快，所以我为什么要花这个钱找那个自己不快呢？对吧？还不如我把钱花到南方国家去，来支援一下他们的经济。我放一段出来给大家看看，这个哥伦比亚这个滴滴司机他是怎么跨中国的。朋友们啊，我不是特别听得懂，但是我相信你们懂西班牙语的人，肯定这个司机是称赞中国的，对不对？或者称赞中国人的。¿Eres asiático? ¿Asiático? Yo ¿Americano? sí, no asiático, Ok. de China. China. Oh, Sí. China. Yo quiero ir a China. Quiero estar ahí, mirar crecer, China, mucho crecer, mucha tecnología. Mucha tecnología, sí. Cali ya han llegado muchas marcas de autos. Ajá. De China también. De China, Chang'an, BYD, algo así. Y muy americanos están bravos. Pero actualmente autos de China más electro. Yeah. Sí, más electroautos. Electroautos. Sí. Yeah, son muy bonitos. En China, cerca del 50% electroautos en la calle. En la calle. Sí, electros. Eléctricos. Y muy tranquilos. Sí, yeah. Sí. Mucho, mucho. Un confort. Sí. Wow, wow. Amigos han viajado a China y dicen que wow, China va mucho producir muchos productos en China. Mucho. Aquí, en Colombia. Traen de China acá. Ah. Y Estados Unidos está porque China fuerte, muy inteligentes. Muy inteligentes. Chinos. Chinos, muy inteligentes. En deporte deporte muchos chicos. Wow. Y veo yo entrenamientos fuertes, fuertes. Wow. Pero fútbol no. No. Colombia mejor. Ya, pero muy fuerte en mundiales. Sí. Wow, y no sé, y muy fuertes. Y yo, wow. China, ya, siempre eran americanos. Yes. ¿No te gustan americanos? No. 很顺利就到达了哥伦比亚这卡里这个机场。他把我放下之后呢，你看这就是那个滴滴司机他的车，然后我就进去了。进去之后啊，那个 check in 的那个女的，我认为她有点刁难我。所以朋友们，你在国外，如果你不懂外语啊，其实非常的麻烦。正好我呢还会懂一点西班牙语。虽然我听他不是完全听得懂，但是他有点想刁难我，是什么意思呢？他说：“你不是哥伦比亚人，你现在飞去多米尼加，也不是多米尼加人，所以你要缴税。”我心里想，在世界旅行过那么多国家和地区，从来不会因为这个要缴税的，所以我就说：“那你是不是弄错了？”我说：“缴什么税？”他说：“因为你不是这两国的国民。”我说没有这样的规定啊，那请你拿出这个政策出来，我要看这政策。他拿不出来，然后他说，你去可能是机场管理处还是出入境管理处吧。然后呢，他叫一个同事把我带到那个地方去。在哥伦比亚，几乎
所有的人都不怎么懂英语。你看，连机场的这 check in 的人他就不懂英语，跟我说西班牙语。在那个管理处的人，两个可能20来岁、23、岁的两个女的，她们也不会说英语，也跟我说西班牙语。后来没办法，我就跟她用那谷歌翻译器，我就问她到底什么事。那个管理处的人，我觉得应该是机场出入境管理处一个办公室吧。他说，像你作为外国人，如果是在哥伦比亚停留超过60天，你要罚款是怎么样？好像是100多美元。我告诉他，我说我是哪天哪天入境的，我现在出境还没有超过10天。我说你把你的政策告诉我，我为什么要交这个罚款？对不起，如果你不把政策告诉我，肯定我不会交，因为我觉得哥伦比亚也不是那么变态一个国家，不可能有这样的政策的啊。后来他又跟什么地方打电话，跟另外地方打电话，最后呢，我说我等不及了，我说你现在马上把你的政策告诉我，我想看你们的 political。然后呢，他就给我看了一块那个相当于办公室旁边的一个政策，是打印出了一个看板一样的，上面写了啊，是超过60天怎么样，我就看着他也点给我看呀，超过60天怎么样可能才要罚款，但是我是只有9天时间，所以我就据理力争。后来可能他看着我也骗不了了，我认为他是想刁难我啊，想罚款。而这个罚款我不知道是进他们自己私人的腰包，还是进他们所谓的国库啊？因为我自己是有理的，肯定我据理力争。后来呢，他看我实在没办法，而且呢，我是不会那么屈服的人，然后就跟那个机场 check in， 也就是办票的那个人跟他联络，就是叫我回去了。我回去之后，他就直接把那个 boarding card 给我了，就登机卡给我了。所以呢，朋友们，我这个是一个比较好的例子。我们中国人啊，华人也好，中国人也好，你们出门在外一定要掌握一定的那个外语知识。如果你不掌握，那一定现在要学会用翻译器，据理力争。因为我知道全世界我去了那么多国家和地区，没有这样的情况，所以呢，我就是不屈服。你看最后没有罚我的款，对吧？这我认为呢，对我来说也是个教训啊。像这种国家的人，我不知道是不是哥伦比亚比较腐败，但是是我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我听说在非洲有的国家遇到这种，就其他华人也说遇到这种情况。然后呢，中国人一般是想花钱消灾，对吧？但是我觉得我们不要这样子，一定要据理力争。这是我在哥伦比亚遇到的情况。一个是呢，滴滴司机特别的好，一个劲的跨中国。另外呢，这个机场办票的人呢又特别的差。所以呢，你看对一个国家你怎么说呢？到了多米尼加后，对，入关很顺利。然后我在那里也是打车，但是我是用 Uber 打车，因为我当时没有现金，所以呢我就用 Uber， 也很顺利，然后就回到酒店了。我来说说吧，从多米尼加到德国法兰克福这飞机上呢，我遇到一位多米尼加人，相当于半黑，他就也不算半黑，其实他人挺白的，但是你看得见那个人呢有黑人血统，也许25%的黑人血统。他那个刚好是挨着我坐。我现在想起来，还在机场，也是在多米尼加机场那个办票 check in 的时候呢，因为我是坐那个德国那个航空公司，是包机啊，空朵，不知道汉语叫什么，是一种什么鸟，那个标志。我原来本来是想在网上用手机 check in 的啊，因为我有个小的那个手提行李箱，手提行李箱也要另外付费的。我想呢，在网上的时候我就购买这个行李箱的服务，但是没有这个选项，那没有办法。后来我就想在机场试试运气吧。你们知道吗？到机场的时候让我大跌眼镜。他说：“你这小的手提行李箱，大家想想看，我要另外付费多少钱？135欧元，1000多人民币。我里面的东西其实全部的价值可能都没有1000多人民币。我当时我就想把那东西扔在那里了。后来我想，因为里面我有一些，比如说我电脑的设备啊什么之类的，想算了吧。
但是这个是给我人生当中第一次啊，被那么宰，被航空公司宰，这是航空公司的政策。像这种德国航空公司啊，就特别特别的黑，我心里特别气愤。但是我心里想，人生一次嘛，就买个教训，100多欧元，对吧？1000多人民币，就是下次我就想能够避开这个航空公司就避开了，我不能再把我的钱花在这个航空公司上，我心里是特别气愤的。其实他就想宰人嘛，没办法，我就老老实实交了那个130多欧元，这是呢非常不愉快的。你看这次回程有2件不愉快，一个呢是哥伦比亚那个 check in 的那个女的想诈我的钱，对吧？后来我据理力争，没有罚款，他说是罚款130多美元，然后呢，相当于我跟他据理力争，我节约了这130多美元，然后呢到那个多米尼加那个机场。就是德国航空公司这家包机公司，他因为我一个小小的手提行李箱收了我135欧元，相当于扯平了。哎呀，我的天哪！好吧，这种不愉快我很快就忘记了，因为我觉得你生气也没有用啊，事实就是这样了。所以人呢还是要往正面的考虑，因为你太多对自己生气啊过不去，从健康角度来说也不好，因为如果是生闷气的人，可能就是得癌症的几率比较高一些吧。所以呢，我们觉得人还是要往正面的想。好，我们说到这个，跟我是邻座，飞到德国来。我们攀谈的时候，我是先跟他用西班牙语说，然后他跟我用英语说，他的英语说得特别溜。这是我这次旅行2个多月，不管是古巴也好，多米尼加还是哥伦比亚，唯一遇到一个说英语特别溜的人。真的说得非常好，我想这个人的素质绝对是不低的啊！因为在这种中南美洲国家，能够遇到说英语那么流利的人，确实是凤毛麟角。我们就攀谈起来，他就问我在德国吗？怎么样？他说你的外表看去呢不像欧洲人。我说我是中国人。他一听说我是中国人，又来兴趣了啊！他是哥伦比亚人，不是，他是多米尼加人。然后他是这次呢去德国斯图加特去出差的，他们公司进口了德国什么什么设备，是什么汉捷的什么机床什么之类的可能吧，具体我没有多问他叫什么 APS 还是什么东西，这个 machine。他说这次呢去这个德国公司去看看设备，然后呢可能有些技术问题想跟他们沟通。我就跟他说，其实啊。现在特别是这几年，中国很多东西可能，它的功能不输德国，但是可能中国的价钱只相当于德国的1/10。我说今后呢，你可以看看中国今后的设备啊。他说好的。然后呢，他说其实啊，他在中国他买过很多东西，主要是在阿里速卖通，你看人家多米尼加人也知道。然后呢，在拼多多海外版上面他也买。他给我看了他手机上面，确实他买了很多东西，主要是买很多那个电子设备啊，还买过一件相当于连衣裙一样的东西给他的老婆。他说他的老婆刚刚怀孕，然后呢这件衣服他说质量特别好，他老婆也特别满意。然后他说所有他买过的东西，一个是价格比较实惠，另外一个呢质量特别好。他给我举个例子，他说他买过一个联想的蓝牙耳机，他说的音质特别好。正好呢，我自己也有个联想的蓝牙耳机，我也拿出来给他看。我说我这个是在中国买的，我花了大概是5欧元左右，人民币40块钱。这联想的耳机质量有多好？我说比我原来想象的要更好，不管是低音高音啊，都大大超出我的预期。其实也真的是这样，我特别满意。我从中国，我一共买过4套这个联想品牌的蓝牙耳机，回到德国来，一个是给我德国伴侣，还有另外一副呢送给他的一个朋友，另外一副呢作为备用，相当于备份。他说他是通过阿里速卖通买的，大概是7美元左右，7美元就是人民币50块钱，其实也很便宜。他说质量特别好，我就跟他说了，其实啊，原来我买过美国那个品牌的 Bose。花了200多美元，因为我不是音乐发烧友，我说我没有听出我跟我5欧元5美元的
那个联想的耳机，听不出任何的区别，这音质什么都没有任何区别。我说我原来那个6、7年前买的，当然技术不太一样了啊，它那个电池还不如我现在这电池呢，相差几十倍，然后音质没区别，反而这个电池技术更差。所以我今后呢，我肯定只买中国的东西。然后他说，中国啊，现在产品在他们的多米尼加越来越多，还有中国的汽车，特别是电动汽车也特别的牛。他也知道比亚迪，但是他说在多米尼加，虽然我特别想买一辆比亚迪的电动汽车，但是在多米尼加，因为这个充电基础设施不行。我说你在家也可以充那个普通的那个插座也可以，只不过呢可能要充1个晚上。他说他有里程焦虑，所以目前他不考虑，主要是充电基础设施。他说我在半路的时候我就担心没有充电怎么办？这确实啊，因为在多米尼加我这次去真的没有看见任何一辆电动汽车。然后他跟我说，中国的技术真的特别好，他现在甚至自学中文。他用那个多邻国这个 APP 学中文，他给我看了一下，他确实在学。比如说，他说这个多邻国这个软件特别好，因为呢，学中文它还有笔画的啊，偏旁笔画它都有那个顺序的。我看到真的特别惊讶。他说他是自学，但他要学法语，所以这个人啊，你看他的英语特别溜。做一个西班牙语系国家人真的不容易，特别的勤奋这个人，所以我觉得他不简单。然后他说他特别想去中国旅游，今后他说去，因为现在他没有那么多钱。你看像这种国家的人，又是南方国家发展中国家人，你看又遇到一个就随机的啊，没有特别选，对吧？就是我的邻座对中国印象特别好，也特别认可的中国的科技。然后呢，他说现在中国特别强大，人又多。然后我就把我在中国拍的，特别是高铁的，我说你看中国的高铁，我给他看了啊，这个复兴号，我说在中国有的线路运行速度是350公里，这个速度他感到特别惊讶。他说你坐在火车里面350公里的时速是什么感觉？我说坐在里面其实你没有感觉那么快，你是看车窗，如果是它的外面的景色跟火车特别近的时候，你能感觉很快，但平时你绝对感觉不到超过300公里。他就感到特别惊讶，他说今后如果去中国，他特别想体验一下中国的高铁。因为在那个多米尼加他们是没有火车的，但是呢多米尼加它的首都 Santo Domingo 有地铁，也是那个加勒比地区呢唯一有地铁一个岛国的首都，这很难得啊。我们一起呢坐到了法兰克福机场的时候，我有德国当地卡，所以呢我告诉他，我说我们降落之后呢，我打开我的那个手机的热点，我给你，你可以用那个 WiFi， 然后呢向你的老婆呢报平安。他特别的感激我，他说非常感谢，因为他可能他手机没有漫游，所以呢用到我给他的在异国用的我给他那个热点，他也感到特别的开心嘛。然后我们下到飞机之后，出了那个廊桥，德国现在还有检查护照的，而且现在可能现在德国政府也强调了，在那个边检的地方对所谓的难民可能要增加这个监控了吧，所以要检查这个护照。这个德国的这个边境人员看见我这个脸不是德国人的脸，我虽然拿着德国护照给他，他还是叫我到旁边问了我几个问题。他看到我对答如流之后，就把我放过去了。然后这个多米尼加人他就被拦下来了，问了他很多问题，还要问他要机票。因为我不知道要多久，所以我就跟他那个多米尼加人道别，我就走了。你看，从这样小小的事例，你们可以看到啊，其实德国还是有一定的，我认为是一种隐性的歧视。比如说，他很少拦德国人，这边检人员，虽然我拿着德国护照啊，但是看见我的这个脸不是德国人，他就拦下来问我。同样在德国的机场申报的地方，对不对？我一般来说我没有什么违反这个德国申报法的，我就没有申报。一般啊，被拦下来的几率要比其他德国人要高很多。我不知道朋友们，你们作为华人，作为在这里生活工作的中国人，你们的经历跟我是不是一样？所以呢，我能够大概感觉到，
或者我真的特别确定啊，在德国是有一定的种族歧视的，至少对我是这样。这次还是挺顺利的，因为我只有手提行李嘛，入关也很快，除了被拦了那10秒之外，因为我是拿德国护照，所以通关也很快，走那个自动通关就可以了，大概是10秒钟就通关了。所以呢，我就很快就不用再提那个行李那个地方，直接到德国坐当地的高铁，想回我的德国家里。德国高铁我跟大家说说啊，你看看德国高铁，我觉得是比较失败的。一个是它的设计，你看上高铁有3个台阶，所以对行动不便的人，或是对力气小的人，你又拿着比较重的行李是非常不方便的。就这问题呢，我弄清楚了为什么德国的高铁会有这样脑残的设计，对我来说非常脑残。是这样啊，是德国西门子它不得不这样设计，因为据说德国所有火车站的站台原来是比较低矮的，如果你要跟高铁那个车厢的平行的高度，那整个德国所有的火车站的月台要加高，要改建，那个成本太高了。这就是德国高铁不得不脑残设计的地方，非常不方便。然后呢，这次我是从德国法兰克福国际机场高铁站到科隆，它是在德国少数几条客运专线，在德国只有少数分散的几条客运专线，大概就3、4条、4、5条，整个德国高铁只有1700多公里，不到2000公里。这本来就是客运专线，对吧？它的设计本来是可以，比如说超过时速300公里的。它虽然中间不停，它的速度，你看我录下来了，我把整个行车的时间几乎都录下来，录了大概10分钟左右。大家可以看到，一般的速度就是在时速220，最高是249，就相当于中国像我老家到那个广州、深圳那边，比我这个老家这线路还要慢，因为我老家线路它是时速可以到300公里的，但是德国这个，你看它的火车，它最高是开249啊，从法兰克福国际机场到科隆，距离大概是180公里。当时的火车晚点了5分钟左右，到了科隆火车站的时候，一共晚点9分钟。原来设计的或者计划的是52分钟到，最后呢1个小时，180公里，而且是客运专线，用了1个小时。所以之前我已经多次吐槽了，德国的高铁其实不快，它的平均时速在德国大概是140公里左右，这是德国高铁。你看它的客运专线中间不停，都要1个小时，180公里。德国的火车怎么快得起来？平时的其他的线路就是非客运专线，它是跟货车，有时候客货两用的，或者是跟普通的火车一起共享这个铁轨的。而且它停的那个站点比较多，比如说特别像德国老工业区鲁尔区，它那个城市特别的密集，有时候可能就是20公里每30公里每20公里就要停靠一次，它速度根本快不起来，而且本来就是老的轨道，也开不快。这就是为什么你看德国的火车它高铁快不起来的原因。另外一个呢，德国的技术特别的落后，这个调度不行了，不像中国这个数字管理化，这德国在这方面也不行。总体来说啊，德国的那个高铁，一个是正点率不高，另外一个呢速度不快，这是德国的硬伤。我觉得虽然说德国国土的面积很小啊，跟中国比不大，但是我觉得这个高铁太慢了吧，根本不算高铁，就像普通的慢车，它卖的是高铁的价格，但是呢它的服务跟普通的德国慢车其实差不多，有时候可能还比那个慢车更慢一点呢，就是因为加上晚点的话就这样子。好的，朋友们，最后呢，我从科隆火车站出来之后，我就是一直步行回家，因为我只有一个手提行李不重，到我家大概10分钟左右，11、12分钟。那个熟悉的路，熟悉的那个场景，比如说一路呢，我又看见今天大概是3到4群或者4个乞讨的人，然后就是德国那个街道特别脏，特别多那个口香糖
铺在了路上，然后形成一个一个白色那种疮一样的东西在地上，特别难看。所以我想给大家一边讲的时候，给大家看看这个德国的街景，熟悉的街景是怎么样。这就是德国世界上最发达国家之一，就是这样子。你们啊，应该出国看看，来，比如说像这种德国发达国家，也去像南美洲这种发展中国家去看看。出了国了之后，你才会跟中国有一个真正的一个从外面的视角再来比较中国，你就觉得中国其实今天2024年、2025年已经发展得非常不错了。所以有很多朋友们啊，出国之后来看到，哎呀，德国不是说那么发达国家吗？怎么看到也不过如此呢？对吧？所以你出来之后，有的人啊，可能原来在出国前还有一定的仰视的，但是出国之后，对你是最好的爱国的教育，就仰视没有了，剩下可能是平视，然后可能有一些俯视了。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心路历程啊？好的，朋友们，今天就是我从南美洲的哥伦比亚通过多米尼加共和国转机回到德国的经历，然后呢，我跟大家分享一些我的一个是经历，一个是感想。好，如果你们有什么想法，请在下面留言。那我们下期见。